有人说喜欢是占有，爱是要付出，可你却总是想要掌控我的一切，这样的恋爱让我真的感到很憋屈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应该时时刻刻主动想和我联系，带给我安全感，而不是摆出一副冷漠的样子。你真的太任性了，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，发起脾气来完全不顾后果。我可以包容你，但不能毫无底线的纵容你。你总是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实际上就是没有那么爱我了吧？这样的异地恋维持起来真的很辛苦，也许我们该考虑是否要分开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李23岁，来自成都学生，有请。小桑23岁，来自大连学生，有请。主持人你好。主持人好。欢迎两位啊，大学同学哈。谈了几年了？谈了3年了。谁追的谁啊？我追的他。还喜欢吗？还喜欢，就是有一些小问题。所以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两个因为是异地恋嘛，然后在一起已经3年半了。就是同学怎么还异地呢？其实我们俩是高中同学。他成都，你大连，你们俩高中是同学，怎么个同学吧？对，就是我们俩家都是在黑龙江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俩后来大学是在四川和辽宁上的大学。然后呢？我男朋友觉得就我管他管得太多了，然后我又觉得他对我就是一点也不上心。他总是在我身边安插一些眼线。比如说你看。我学传媒，我在学校有很多女搭档，就难免在一起有主持啊。他安插的那个眼线就总是把我们这个画面就拍下来，然后发给了他，然后他就把这照片发给我来兴师问罪，就说你看你怎么能这么暧昧呢？咱们俩快分手吧。不是这样的问题已经喘多次了，我之前看到过，就是你在微信上，你跟人女生说什么妹妹，咱俩一起出去吃饭吧，一会儿出去玩吧。而且有一次我还看到你跟人家女生坐在一块儿肩并肩，那你说我能不问你吗？大学3年同学了，我能生疏到张嘴就叫人家大名吗？他比我年龄小，我叫他一声妹妹有什么问题呢？那而且我们在一起坐吃饭，那怎么了呢？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的话，我会把握好中间这个度的。那你说他是我同学，他同样很优秀，那他将来成为我的同事，他会对我进行帮衬呢。那你说我老婆，他也会帮你啊？你怎么就这么小心眼呢？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说你是我的话，你看到我跟人别的男生在一起坐着，而且坐得很近，举止很暧昧，你会开心吗？那有什么不开心的呀？关键是你做的那些事儿已经是太过分了呀！你知道吗，主持人？他时不时的还登录我的微信，就在微信上跟我的师妹去聊天儿。然后聊完天之后，我师妹但凡回复亲切一点了，比如说师哥，哎呀怎么样了啊？他立马把我那个师妹删掉了。那我当时看到你跟人家暧昧，那我肯定生气，那我就直接给他删了，怎么样呢？他还无理取闹到什么地步？我有一次在舞台上，我又担任导演又担任主持人，所以说我那个手机就放在兜里了。他过分要求到我在开场说尊敬的领导那句话的前1秒，他都让我打开手机给他发一句么么哒，说如果不发的话，我这活动就别想主持消停了。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震，我就在说话的时候手机就嗡嗡嗡。不是，那之前也都说过了，咱俩本来就是异地，那你在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一声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那咱俩之前你不还是挺愿意，也不答应我了吗？那就算是对你来说那是负担，那不也是甜蜜的负担吗？不是，我当初为什么答应你？你动不动就翻出来以前那些旧账，然后说分手，我敢不答应你吗？而且他每次登完我的微信之后，动不动还让我说，哎呀，这微信你快登回去吧，你给你的师妹说，你看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那你说人一看我不是神经病吗？你自己你不做在心虚，那你证明一下你有女朋友能怎样呢？他这种真的是太打扰到我的生活了，就脑子完全就不够使嘛。如果这样直接把微信密码改了，不让他登不就完了吗？主持人您真是问到点儿上了，我只要一改微信密码，他那边分手的话就全都来了。那就分呗，连个独立的社交空间都没有了，两个人还要腻咕在一起干嘛呀？那分手的话，他每次就很哭，我又看着他哭，我又有些舍不得。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弄得我很恼火啊。行，除了这个管控之外，还有啥？就是我们都已经走到这个大街上一起去逛街去买衣服，多开心的一件事啊！他非得就是说我眼睛看不对的东西了，我就看了一眼正在街拍的2位小姐姐，他直接跑到2位小姐姐面前了，说：“哎呀，小姐姐，你们2个长得真好看，我男朋友一直看你们2个呢，哎呀，真棒你们。”结果那2位小姐姐直接就把目光转向了我，我直接射死了。当时他眼睛都快掉到人家腿上，你还说你看一眼。再说了，你以为我愿意跟人小姐姐说呀？那我不是想看看我这次做完之后，下次你还敢不敢再看人家腿了吗？这还不算啥，那天之后逛完街，我直接无语了，我简直都不想跟他说话了。我就掏出手机，我就玩一玩手机，结果他立马把我手机也夺过去了啊！就是直接拿我手机一直摁密码。
输入错误，被我手机锁屏1个小时，以至于那天领导找我，老师找我去做一些工作呀、主持啊，我都能看到消息但无法回复。你这不是耽误我正事儿了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主持人，为什么锁你手机啊？当时是因为我俩出去玩，然后呢，他就一直看手机。那我能不生气吗？我就直接把你手机锁上，这样咱俩不就能好好聊天了吗？还有一次，主持人就是说我们2个人一起，好不容易说出去旅游了，赚点小钱去旅游，结果到达了目的点之后，那是一个山上有很多很火爆的景点可以打卡。我提前做好了规划，我说咱们该去哪儿，哪一步怎么走。结果呢，他非任性，说哎呀，新的路就是我们要走的路，我们不看导航，跟着心走，跟着感觉走。结果呢，我们溜达一天，溜达6个小时，什么著名的景点都没看到。结果我就对他说了一句，我说你看，这不时间白浪费了吗？他立马就跟我急了，说能带，不能带拉倒。那我就问你，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吗？你为什么非要看别的风景呢？这个你在节目外说的，你上节目说这种肉麻的话，真的让我很无奈，真的大哥。那当时咱们2个一起手拉着手，一起溜达，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？所以说咱们2个人，我觉得这个爱情的构化就是不一样的。我所认为的爱情，就是有事儿就做事儿，并且呢，2个人的爱情要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，不然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。主持人，你看，就是他完全就是我俩的想法，就到目前很多不一样。就是他觉得哈，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达到一种目的，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。包括我们2个的爱情，我觉得也是在他的目的当中的。但我并不这么觉得呀，我觉得2个人处对象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有什么目的啊？就是溜达，不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吗？浪费时间又能怎么样呢？你看看他讲这么多无理的要求，我们2个见面之后，他非让我去机场接他，很正常嘛，去接他。他让我提前给他订束花，我也可以接受。但是那天学校周围已经订不到花，机场附近也没有花了。结果我去接他，他一下飞机一看，说身上没有花，立马急了，看我之后都不跟我打招呼，直接就打车走了。你说那一年他第一次到成都，人生地不熟的啊，你要出了点危险怎么办？你对自己安全负责吗？那我也担心你啊，你都想过吗这些事儿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当时你说你忙，我怎么就不相信一个人能忙到就是连买一束花时间都没有呢？你当时完全可以说找个同学帮你买一朵送到学校，然后你直接来接我不就行了吗？你看看他把我的事安排得明明白白的，那你是怎么对我的呢？我去大连找你玩，你接我的时候，哪次不是我到了机场等了1个多小时，眼看我都要走了，他这边来了个电话，喂，亲爱的。那个我是现在化妆呢，还有点堵车，你等我一会儿。不是，我当时跟他解释过了，我说我有事儿，我马上来。而且再说了，我都去接你了，我的心意是好的呀。而且男生等女生一会儿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？为什么到你这儿就变成一件大事了呢？男生等女生很正常，这我理解。但是我大学4年呢，我去了你们大连6次，有4次你都让我在那儿等了将近2个小时。啊，这是偶然的吗？这是个例吗？他现在就是我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我的不对，他就一直在就是赖我，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我，就这一点我就特别受不了。你看他也是一直把他的问题当作无所谓，我但凡出一点小问题啊，他就觉得哎我是怎么样了。还好意思说这些啊？你刚刚说我想起个事儿，我之前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朋友出去吃饭，寻思过来一起叫他来玩一玩。我本来寻思他能给我带一个什么小蛋糕啊什么的，一起来庆祝一下，然后他什么都没带。然后我寻思算了吧，我说那咱俩结束的时候咱们俩结个账吧，因为之前的时候我朋友请我们吃过饭，我寻思这样的话我们就算礼尚往来嘛。然后他可倒好，你自己说你咋做的吧？妙，都是你对，你说的真妙。当时是这么个情况，你说他们女生之间，我作为一个大男人，我怎么想到她跟她闺蜜那点鸡毛蒜皮那些小事呢？再说了，不是这个还用告诉你吗？那怎么就不用告诉呢？你说哈，我去了之后，你说我什么没带，但是我觉得我是什么都带了，我带了一身的惊吓呀。他让我买单，我一看那个账本2000多，有这个必要吗？花这么多钱？再说了，2000多块钱，咱们2个情侣之间，我不至于说抠门到咱们买衣服、逛街、吃饭我不给你钱，那是你的闺蜜，我给他们花钱干嘛呀？有什么问题咱俩不能回家说吗？你就非要在那让我难堪是吗？不是啊，这种事有什么不能摆在明面上说的呢？你总是爱护这点面子，那面子不就是鞋垫子吗？不是主持人，你帮我们评评理，他。这理我就不评了吧，现在我有点站这儿直出汗，你知道吧？真的，主持人，我有一次我人生中我第一次参加主持人大赛，在我大2的那一年，我就因为当天比较忙，我第2天有比赛了，我说提前你帮我做一下 PPT， 结果呢那天他又去酒吧，然后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帮我糊弄了一下 PPT， 结果我用电脑打开的时候，图片啊大小不一，视频又模糊又卡顿，
我就对他说了一句，我说你看你这是怎么做的呀？他立马跟我急了啊，我帮你，你能用就用，不能用拉倒。我帮你弄已经很不差啥了吧？那你赖我干什么呀？不是，人都说女人是贤内助，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个女人。那你帮我做点事情，你既然帮了，你就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呀。那有啥问题？咱俩之间不能好好说吗？你就非得在那儿跟我喊。我刚开始跟你好好说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再一个，到比赛开始的时候，我周围所有的选手都能正常的播放图片和 PPT。等到我的时候，我就没有这一块项目。结果呢，我本来能够拿到冠军的，最后拿了个亚军，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你确定你能拿冠军吗？我真的就差在 PPT 上了啊！原来你们那是个 PPT 大赛。因为我上台很激动，就是不容易啊！接着说吧，我们就听听你们这些事儿，我也插不进去嘴。你看主持人，等我拿了亚军之后，按理说挺开心的事儿，他应该鼓励我，对吧？他开始对我冷嘲热讽上了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看你哈拿了亚军了，你现在起飞了，高度不一样了，你不会抛弃我吧？不爱我了啊？”他就说这种话。这根本就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当时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拿到这些比赛之后呢，他就是整个人就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就是飘了。我就想的是打压一下他的气焰，就寻思让他以后就低调一点。你还打压我？那你今年你考上研究生了，对吧？那按理这么说来的话，我还治其人之身，我应该打压你才对啊。那他是对我怎么对我说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看亲爱的，你说你这大学拿了这么多奖，有什么用呢？你最后到人电视台应聘，人要求得是研究生以上学历啊。你看你这个能力再强，你早晚会卡在这个门槛上。你是不是这么说的？”不是，那我当时根本就不是这么说的，我只是说建议你考研。我说什么别的嘲讽你的话了吗？你为什么总是拿这种就是非常恶意的这种心来揣测别人呢？那你可没少说了。毕业了哈。现在正在上大4。你是已经考上研了，还是保研啊？对，就是考上研了。这么厉害，挺好。今天来干嘛呀？我现在感觉吧，他有的时候就是对我还挺好的，就是他就是一阵一阵的。有的时候忙起来，就是他就是根本就是从来不跟我说话什么的。我这一点我就很受不了。啊，不说话是为什么呀？因为主任，我白天真的很忙，我早上不是你在忙什么呀？我就没弄清楚。我虽然说不是特别优秀，但我是特别努力那种的。我每天早上6点半上早工，然后到了晚上6点半才结束上课。而6点半之后呢，学校又会有很多活动，有时候还到外面去接一些私活去主持活动，那就很忙。那他非要在我主持的之余，本来有点闲暇的时候，他让我给他打电话发么么哒。晚上我要睡觉了，他还是打扰我不让我睡，让我跟他接视频电话。24小时的打，嫌烦呗。对呀。对呀，那还谈什么呢？又在异地，不打电话怎么谈恋爱呢？但是他所要求的是24小时打，你说人也不是机器，那手机还有关机的时候呢，那你更何况人了。哎，今天是来干嘛的？我就是想看看，就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，就是到底还是不是爱我，是不是关心我的了？还爱吗？其实我觉得我是还爱他的，因为他在大学期间还给我送了很多礼物。你送礼物，我不是也没太拆吗？什么叫送礼物也没拆呀？这个就是还是有一个事儿，当时是因为他过生日，然后我送给他一个礼物，然后他当时说表示很感谢我，很开心，然后呢他就和同学出去吃饭了。等到3、4天之后吧，我问他，我说你这鞋穿的怎么样，舒不舒服？他跟我说，哎呀，我还没拆这个礼物呢。我当时就觉得我这个对你这么不重要吗？就是连礼物都不想拆开是吗？就也许是我就是还是说因为忙，可能就确实忘了，就是没有拆，可能。就是你天天就说你自己忙，我就不相信你说一个人能忙到这个程度，连礼物都忘了拆，就说明他根本就是不关心我。对，但是我想说什么呢？就是两个人在一起，重要的是一个感觉和过程。那你送我礼物，这份喜悦我收到了，那什么时候拆有那么重要吗？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事，我就感觉他就是对我就是一点儿也不上心。就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当时是我俩出去吃饭的时候，然后我一直都是不喜欢吃香菜，他也知道。然后那服务员就问他说：“你们有没有什么忌口的？”他说他没有忌口的。就通过这种很多小事，就发现他根本就是对我不关心。我有什么不喜欢吃，他都记不住。碗里的香菜那就那几页。再说人当天那个店家那么忙，这服务员你为什么非要麻烦人家呢？那香菜本来就是绿色食品，吃点对你能造成什么伤害呢？吹毛求疵的。那我明明就不喜欢吃，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去吃呢？哎，真是服了。分手算了，吵都吵累了。就你听着累不累，还是我的问题？4位累不累啊？没有觉得这段恋爱有什么美好的，你们还干嘛还谈啊？就是反正你们1年能见几回啊？异地那么远。我们大概反正就是1年，就是寒暑假的时候能见到。对呀，
那平常不就打个电话联系一下，怎么会闹成这样呢？问题就出现打电话身上，他就不想给我打，就是不想跟我聊天。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想跟他聊，他就不愿意跟我聊天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想跟我聊。那时候我就认为爱情就是两个人在一起，白天就是各忙各的，有事说事，到了晚上可以挑1个小时、2个小时哈，分享一下今天的喜悦或者今天的一些沮丧啊，这就够了，完全没有必要24小时一直在打呀。对，所以说啊，问题出现在这儿，就是我俩就沟通不明白了已经。哎，我问问姑娘，你爱他什么呀？当时喜欢他是因为他很有责任心，就是有什么事情，当时就是他一直都帮助我弄啊什么的，而且他对我最开始是很有耐心的，后来慢慢就是他虽然说有些变化哈，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处这么长时间了，就是还是其实有很多感情在里面的，就是也不想分手。时间久了，女生给的答案，男生呢？对，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来讲的话，他对我还是比较贴心的。第二点就是我没听见他怎么贴心你啊，查你的微信呀，查你的这呀，派人监视你呀，然后你主持活动的时候都给你捣乱呀，他怎么就贴心了呢？没听出来。但是这个从反面来看的话，也是说明他就是说比较黏我，比较更加的爱护我嘛，所以说他比较上心。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在大学可能说再交一个女朋友啊，就成本会更高一些。这句话是个实话了，是吧？说实话，说实话啊，再交个女朋友成本比较高啊。他说这话一点也不意外，因为他就是那种就为了自己利益着想的人。我反正觉得今天我真是见证了一个奇迹，异地恋谈3年，而且谈是以这种方式如此激烈的这种对抗的方式，3年还谈下来了，然后还愿意继续下去，我觉得挺奇迹的。这个奇迹背后到底有什么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不好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一直假想，如果他们俩结婚以后，我住他们俩楼下，这日子怎么过？你不是想知道他到底有多爱你，爱不爱你吗？在想知道对方爱不爱自己之前，我们不妨做一个前期的自我探讨。我可爱不可爱？你人身监控他，不管是找同学去监控他拍照给你也好，还是要求他手机社交软件24小时报备也好，这事儿不可爱。你请闺蜜喝完了酒，要求她来现场结账，她也不可爱，你也不可爱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，将来她是爱我更多，还是应付我更多？其实呢，他现场就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。我在大学里再交个女朋友，可能成本比较高。他已经告诉你，在拿你凑合，在拿你应付。你给他生日礼物，他都顾不上拆，他都懒得拆，就说明他连应付都懒得应付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一会儿您要回到门后面，您不妨问问自己，我再继续这样下去，他是爱我更多，还是应付我更多？他日复一日的应付我，我值得不值得？您啊，您在这段感情里已经在计算投入产出比了。当你在一段感情里都开始算计投入产出比的时候，咱就别站这说我爱他了，成吗？就我真心建议二位算了吧。我跟你说，男生，就你这个絮絮叨叨，这个怨妇一般从头唠叨到尾，我跟你讲，换了别的女生还真受不了。也就她，哎呦，还对你百般的崇拜，喜欢的不得了，愿意查着你看着你。但凡换成一个耐心没有那么足，喜欢你没有那么浓的女生，你叨叨半年就跑了，别说叨叨3年半，她是不是叨叨你3年半？所以你知足吧。有这样一个女孩，隔着那么远，没有其他的想法，哎呦，一心就想和你好。我觉得就从这一点，你也得珍惜她。所以我觉得你俩合适啊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隔着千山万水，咱俩边吵边爱，边好边闹，多难得2个人啊！女生也一样，我跟你说，就像你这般查一个男生，一般男孩也受不了，别说3年半，3天就烦。所以他也能忍受你长期以来这么密切的监视。他去主持个节目，你要不停的给他打电话，不容易，3年半不容易。我觉得你俩
再磨一磨吧。要不然你找不着女朋友，你也很难找男朋友。你俩就在自己这个窝里边找找平衡点，哎，说不定还能把彼此身上的缺点能够慢慢调整，成为你们能够日后相处在一起的一个基础。都很有耐心，都愿意忍受磨难。我真的是从这个角度看的。听出来了，也没在一起呢。你们其实3年半的时间在一起很有限，所以不要现在来讨论分不分手。真正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，咱们见分晓。我觉得没问题啊，你们就这样继续着吧。男生继续唠唠叨叨，女生继续查着岗，因为再也碰不到别人会如此忍耐，就你俩互相祸害就得了。作为女生，近乎于监视自己的男友，因为你已经没有安全感、没有信任感了，可以这么理解吧？原点，那就退赛吧。其实女生的问题很简单，一目了然，你只要认清现实就行了，不要越陷越深了。你投入了3年的时间、精力、情感，甚至于金钱，换来什么？换来他对你的不尊重，极其之不尊重，一点掩饰都没有。为什么爱你啊？因为大学我再交一个女朋友会成本很高，句句扎心，你却浑然不自知。你不是学表演的吧？但是你的生活不像是一场表演吗？我问你问题啊，你女朋友这么的管你，然后删你的同学啊、学妹这些微信，你怎么跟人家去解释呢？我基本上就跟我的同学说呀，你看，对呀，我这个微信看我女朋友被他登了，然后哎呦，对啊，不懂事儿，是啊，我说对不起，抱歉。哎呀，我是一个多专情的人啊！我这么一个任性的女朋友都是我惯的，我对她太好了，所以你从上场到现在一直都在表演，我就没听说过管自己同学不叫其大名叫妹妹，没听说过。如果不爱，直接和她说，你真的是不爱她，你真的是看不起她，你觉得她烦，你对她是什么？就是需要，什么时候需要？寒暑假需要。上大学的时候你已经很忙了，你忙着去搭建你的人脉，忙着去证明自己、打造自己、表演自己，然后呢，假期就没人陪你了。他可以，如果你真的还有点良心的话，今天不要出来，赶紧走，好吗？不要再骗他，跟异地无关，跟你的人有关。不爱就是不爱，就这样。你说的没错，他跟你的恋爱是有功利性的，这个功利可能没别的，就是我连恋爱都懒得谈了，我有一个女朋友挂在那儿就行了。那至于我要不要对她好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有个女朋友嘛，所以他才可以容忍你什么呢？监控手机，远程控制，这个完全都是丧失一个基本做人人格的东西。女生的这种不尊重，不管出于什么，你都让一个人人格没了，他都能接受啊。他怕的是什么？是分手。你的解读是因为你爱我，所以你怕跟我分手，对吧？他的解读是我不能分手，我分手之后我没有女朋友了，我缺一个符号性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。就是女朋友这件事儿对你来说为什么那么重要啊？就是按照你们所讲述、所描述的，
我就会觉得这个男生好懒啊。那他会对什么事情勤快呢？就连谈恋爱的力气都不愿意付出吗？女生我倒可以理解嘛，越是得不到的越要挑战一下嘛。我们坚持下来了，我们还会在一起。你是在跟自己谈恋爱，你所有的较劲不都在跟自己较吗？我觉得你不是没有听明白这个姑娘说什么，而是你压根儿不想回应。姑娘，你也不是没有听明白她做什么，只是你不愿意承认那个残酷的结果。你们自己定吧。你们说我们还想在一起，我们还是有爱的，你们就在一起。你们经过今天的这个喧闹之后，你们冷静下来了，发现哦，原来我们这3年都在胡闹，分手也是一种选择，好吧？一起进入真情。今天即使听完了你说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是挺开心的，因为就是你很久没有这么跟我说过一些心里话了。其实虽然说我自己也有一些问题吧，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就是，哎呀，之前就是希望你能够改掉这些毛病。所以说呢，我就是也确实应该考虑考虑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真的合适在一起。其实今天来到这儿呢，确实如你所说，我也听到了很多来自于你的声音。谢谢2位，庆辉，谢谢你们。男生说的就是他不信任我，女生说的就是他不关心我。这3年还能坚持下来，真的是个奇迹。我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，来预测一下。我认为女生不会出来了，她终于知道自己的3年半是被应付着过的。我觉得男生可能不出，因为他这么一个死要面子的人，被大家揭穿之后，可能多少还是会有羞愧。就是被你揭穿的。我可能是第3个版本。他刚才的话说得很明白，我和你的爱情就是将就，因为成本低，所以我认为2个人都不会出。如果自己还有这么一点点没有泯灭的爱情善良，博红兄是双双不出，是吧？你要给第4个版本？对，双出。男生还要表演一下，证明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。女生还要争取一下，证明我不能就这么败了。来吧，看结局，请开门。正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副歌，你也轻轻的附和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，是你让我心。谢谢2位分享，加油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精心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，用时间去思念，爱情有点甜，这心愿。那我们希望啊，2个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回归到正常的恋爱的状态当中来。